还原了以后和昨天的造型有点不太一样。目前这里是没有什么人口的，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啊，车辆倒是不少了。为了提高这里的人口量啊，我们把这个贫民窟的位置今天改在这里。昨天的那个区域呢已经建不了了，我新画的这个道路线和昨天的有点冲突，我们直接把它这样放置。游戏本体的房子它升级了以后，它应该可以入住的人口比较多一点。由于旁边都是一些风景区，这里的房子太高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区划。那么房子前方呢可以放一些小商店，或者放一些其他装饰性的建筑。检查一下这个区域啊，它现在增加的人口应该也不少了。这个房子放置了以后，它已经在升级了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区域娱乐性的建筑比较多一点，可以先尝试把这里画一个分区啊。画一个分区以后，我们检查一下这里有多少人口。OK， 橡树行政区，这个名字不合理啊。我们随机一个比较好听一点又合理的名字，叫小老猫区。那么昨天设想的左边的区域啊，我们要做一些写字楼，但是现在有超高的住宅区需求，我们可以来到左边，来到这儿，可以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放一些高密度住宅区，比如说一些横向的房子，我们直接这样放置一排。至于电的问题，的话，我们先从这儿拉一根电线杆过来，把它拉在我们的村庄里。检查一下，26个家庭，26个家庭。如果说我们现在继续来发展人口的话，在中间继续盖房子，那么这个区域就废了。我们可以把这个道路呢，通过这个方向来延伸。找一下这个地形啊，这个地形的话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新建立的马路对齐一下上方的高度。对齐之后啊，我们打开这个地形调整的工具啊，把前方的高度通过这个位置来延伸。我们现在地皮比较紧张啊，能盖房子的地方我们一点都不能错过，正好把它盖在一个山坡上。就是前方的道路有点太靠前了。这个位置差不多。这个地图呢，我们尽量不要破坏它的地形，可以通过这个位置再次的把它连接。由于刚解锁了小高层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做一个小型的分区，比如说先加一个自己建筑，然后呢我们再点开这个高密度的住宅区，围绕地形可以先做几个稍微大型一点的4格中间空2格。一般我们的房子在盖的时候已经有村民来预定了嘛，现在把水源帮他们连接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可以增加的人口。你看开了真实人口以后，我们不用盖太多的房子，只需要盖10几栋，差不多我们住宅需求就没有了。每个家庭呢，每个房子呢可以入住115个家庭。太夸张了，这有点太夸张了。115个，小型一点的房子可以入住33个，最右边13个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房子中间呢，为它做成停车场。我们一方面可以应对一下这么多人口的停车需求，另外一方面这个停车场是可以增加娱乐值的。我们找到这个公交车，这个资产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，它不占用我们的马路。比如说下方是自带了有一个主干道的，至于2层的高架呢，它只能公交车进行通行。所以我们连接的时候需要把2条路都给连接一下。首先找到下方的这个4车道公路，试一下啊。我们用这个4车道的公路呢，可以先把左右的道路连接一下，然后再把2层的道路连接上我们的村庄。然后村庄的交通枢纽呢，我们可以建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再创建公交路线来检查一下效果啊。从这个站点村庄开始，去往小老猫区，再让它回城，这样我们2个地区的市民他们是可以进行中转的，是吧？继续游戏啊。
已经有乘客了，但是没有见车。我们去远方来看一下啊，远方的2层道路，目前还没有看见公交车，但是路线我们已经规划了。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，就是我们需要为他们建设一个发车点？好像建筑里面有啊，这个建筑啊，这个模组也是我第一次使用。我们点开这个公交车的选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发车点，但这个发车点也太大了吧，哥们儿，还有一定的噪音污染，那肯定不能建在新区啊，放在这儿吧。然后2层的道路我们再重新连接一下。OK， 发车点现在也连接了，正常运营，已启用公交车数量，它的上限是10万辆公交车。然后车站呢，我们点开以后，它只有一个客流量的问题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发车点是必须需要建造的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从村庄内部开始出发，然后来到小老猫区，再让它回城。那么现在可以出车了啊。也就是说，刚才我们规划的线路也有点问题。这个公交车比较好啊，这公交车它完全不占用我们的马路，它只有第2层的路线。可以把游戏继续一下。快速公交啊，市民坐公交再也不怕堵车了。跟踪一下，这个公交车它可以乘坐95名乘客，但是太吵了，这个声音太吵了。哎，住在下方的贫民窟会感觉这个房子买的很不值。